欢迎收看本期的 Long Play 系列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乔哥。那么首先说明一下，这个系列并不是一个新的系列，而是说有很多小朋友啊，我看他们评论说想看这种完整流程的，也就是没有经过太多剪辑的，所以呢，我就今天来打算录这种比较长的视频，中间呢把各种细节都给大家做一遍讲一遍。其实录这种视频我觉得也是挺方便的，像我之前都是那种很精简的程度那种视频，而且呢还加上了后期配音。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，肯定会知道那种视频都是通过后期配音来做出来的啊，并不是说什么照着稿子读啊，我没有那么勤快去写什么稿子。如果写稿子的话，那种效果肯定会比后期配音应该要好一点。首先声明一下，有人说这是照着稿子念的，这并不是的。我现在呢，就是也没有去做什么后期配音，直接就现打现玩现录，就这样子的。那么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今天想做的一些事情。我首先把这个调一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一开光影啊，它就会掉帧。那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它就掉帧，掉完帧之后，我就必须得把这个点两下或者点一下，它才会恢复正常。好，题外话我们就不说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投影。那么这里的投影呢，我们先加载一个原理图，这个是今天才弄出来的，应该说是前几天我就一直在弄刷石机，因为这个存档呢，也都是以前的那种老式的刷石机，已经很老了。先加载一下，这个把它这个single layer。模式我们要调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显示的完整的是吧？哇，这太亮了呀！像我平时玩我都没有怎么开光影，我是觉得开光影有点吃这个电脑的性能，有点吃资源，我就没有开。而且晚上呢会觉得比较黑，开光影比较黑，所以我平时这段时间录节目也就没有开什么光影。哇，这简直像开了灯一样，闪着大灯。我们先睡个觉，我们看一下白天它的效果会不会稍微好那么一点。好吧，差不多，对吧？差不多，还是特别的闪瞎狗眼。那我就关了吧，把光影先关了吧，因为我看到评论有人说想看这个光影把它打开的效果。可能刚开始玩 MC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，都是很羡慕那些可以开光影的玩家，所以呢看别人的视频也想尽量把光影开，这样是一种享受。我刚开始也是这样，然后后来觉得开光影显得有点多余，毕竟光影看多了也觉得没什么新鲜的。好，我们先找一个地方啊，我想把这玩意做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先看一下。我之前打算可能这个地方能不能放下，如果能放下就放这里。其实放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，只不过就是会显得有点拥挤。然后关于收集的我还没有做，下面只是简单的像这样收集。然后我靠，这什么鬼？下面我没有做箱子，我只是用一个漏斗把它戳向了一个白色的羊毛啊。如果用过 Cuphead 端的 Cuphead Mode 的玩家应该会知道，这个我是在做那个统计在，因为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原理图，对不对？加载原理图278000是大概的一个数量，我当时测的时候是27万多少，反正接近28万，还可以。这个刷石机，这个也是我自己在以前的那种基础之上，以前在那边做了一个横向推的这是很古老的那种刷石机了，我是在它的基础上改了一下。然后大叔的那种竖式刷石机，之前听他们说好像13万还是多少，13万，它的那种理论上肯定比13万要多好一些。然后我的这一种刷石机理论速度是应该是32万多，实际上测出来只有28万，还差一点。那损失也就是说损失了有4万多，还是4万多，其实还是有点可怕的。那损失主要是在哪个地方呢？就这里，要挂在这个墙壁上面，然后被 TNT 给炸掉。
上面是把石头啊先横推，铲出来石头横推，然后再往下推，往下推，这样的话就几乎就没有什么损耗，是最优的一种方案。其他地方这个是没办法，你毕竟上面空间占了，如果你想再给它提效率的话，只能够从侧面往里面推，而且从侧面往里面推还有很多细节要讲，搞不好的话你的机器就会出一些问题，这也是我这2天在研究这个刷石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。好，我们先就讲这么多，然后看一下这个肯定要往上面抬一点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往上面抬一点。如果它能够放，我靠，不要拿着木棍在这随便右键，这右键会也产生一些不太好的效果。好，如果能够放在这个全物品旁边的话，那当然就更好，我们取石头就会多么方便，直接从这个地方出来，直接从这里出来。好，把它抬高一点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把它的收集的这个方向改到这一头来，改到这边，然后再送到这里来。好，首先我们把它抬高啊，抬高呢，原理图放置，这个投影呢，我不知道还需不需要给大家多讲一下。我们按 Ctrl 加滚轮就可以选择它的模式，然后原理图放置，按住 Alt 键，Alt 键再滚，它就可以向上，或者我们面朝下，它就可以朝下，或者呢反向的滚轮，它也是可以往反方向移动的。好，我们先往上滚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跟其他的东西有重叠的地方。这个空间差不多刚刚好，差不多刚好。把石头我们送到这个地方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这么定了啊，就这么定了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？这边就算这边全物品扩建的话，也不会挨到它，这边也没有什么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就决定了啊，就这个地方。好，放好之后，我们就看看啊，然后选择模式，投影的只投单层。好，现在这个是单层，从最下面。好，哪是最下面？这个是最下面，一个玻璃。这个最下面我们就没有必要去铺了，因为这个下面呢是包着这个羊毛的。我们就从这一层开始，从这一层吧，这一层。好，我们去拿一些玻璃。我这里呢还弄了一个水电梯，我们就方便从上面往返。好，这里可以直接蹦上来，还是挺方便的。当然你用烟花也可以，但是烟花用多了，你就得不停的给自己补给，我也觉得很麻烦。好，先拿一些玻璃，我们直接把材料都弄到位吧。我有几个，4个箱子。这些箱子并不是刷的啊，我都没有去刷什么箱子，我觉得那样刷的话就不是太好玩。玻璃先带这么多，然后活塞需要消耗很多，粘性活塞呢？需要粘性活塞吗？我不太记得了。然后中继器、红石粉也需要有点多。好，我们拿个4组。比较器带几个吧，因为里面有个循环需要用到。好，然后带一个珊瑚扇，这颗珊瑚扇我还没有怎么收集。这个 TNT 我们就先不慌吧，我们先把那些重要的一些地方把它先做出来，然后侦测器，你看我这些东西都还是提前合成了很多的，然后再拿一点铁轨。再是铁块。哎呀，一说到铁块，我就想到，我就家里面现在那个以前的刷铁机已经被我拆了，现在铁就是一个净减少的一个趋势，每天都在减少，因为没有，我靠，因为没有
铲他的机器了。刷铁机被我拆了，来捡一下，捡一下。我这边有这个，有个信标，所以轻轻点一下，拿镐子轻轻点一下，你就会把地上挖一个洞。然后关于全物品，这里木板之前还看到有人评论说，这样打雷的时候容易着火，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啊。我之前也没有考虑这么多，等什么时候着火再说吧。嘿嘿，现在不喜欢管这么多。哎，这个书挺有意思的，这个书随时可以召唤一个纸人，把它挂在女巫塔那边，我就不用亲自跑过去了。好。垫脚，我们用什么东西垫脚？那边有脚手架，拿一下吧。脚手架，虽然脚手架也不是那么好用，还是拿一下。32个，不是很多，因为我们也没有弄什么竹子农场，都没弄。现在很多基础设施还没有到位。好，我们从这里搭啊。搭上来，哎，这不太方便啊。我们要从侧面。好，玻璃呢？这里。哇，这手也太快了。打开 P 啊，这个我设了这个快捷键，轻松放置它是 P， 有的时候得关，就比如你搭这些没有投影的地方，你就得把轻松放置把它给关掉。哎，哦，我现在轻松放置关了，哎，按错了，把它打开。哇，我还有金西瓜，金西瓜是那一次做伪和平的时候用的，因为那些僵尸有的已经被卡了掉血了，所以想做几个那个恢复的药水，给他们加一下血，把它铺起来。那么这个刷石机呢，把以前那种，以前不是一边只有岩浆的一侧可以刷石头，我这里改成了两侧都可以刷，待会就可以看得到。岩浆就可以用来一次刷2个原石。其实它这个轻松放置有的时候有的地方还不是那么智能，你如果这个时候你右键箱子应该可以打开，这样设计会比较好。然后这就是水，这个地方是水，我们最后再铺。好，继续往上面，这上面全是水。你看就这里的活塞啊，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活塞是左边一排，右边一排，然后中间是岩浆。哎，这个岩浆它没法显示啊，这个液体它都显示不了，它只会有这种蓝色的透明的方块来显示。这中间是岩浆，这岩浆要倒2桶，倒1桶是不够的。然后旁边就是含水方块。我这边7格，这边7格。底下的两侧的话，往中间推它是7格，这是7格宽。上面往下推的是9格宽。这上面是一个9×9的一个正方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这边也是9个。然后中间放了一些黑曜石，是因为这个黑曜石好像是可以反射 TNT 的爆炸射线的。如果你没有用黑曜石把中间包的这么严实的话，那有些石头可能炸不掉，炸不掉就会导致最后机器推不动了，然后就瞎推，里面的零部件全都推散了。好，我们继续赶紧搭。我们这种 long play 系列呢，可能一期就会录上半个小时吧，我不知道半个小时大家觉得够不够长？应该够持久的吧？半个小时，其实这种长度的话，你们看其实还好，但是对我来说的话，我的这个磁盘的空间就一下满了呀，对不对？你像那种经常看片的人应该都知道，空间是很不够的，一下就会堆满。我就很怕堆这种
很长的视频。好，再往上，我们泼水最后来泼啊，我们先不慌泼水。其他的东西呢？这打不开。好，在这里我们拿这个。哦，我用到了那个紫破块做的楼梯。哎，怎么哪有火呀？我怎么听到着火的声音？不会是这个吧？这么远都能听到。然后录这种长视频就也是很怕录了一半然后GG了，然后录像软件还是什么突然断电什么的。之前有一次剪视频是真的剪了一半断电了，那一次真的好惨呐。平时我都有会 Ctrl+S， 就是不停的保存，不停的保存。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习惯。我就几乎没有哪一次是因为程序崩溃或者是什么原因，然后你存的一些东西啊就没有了，好不容易做了几个小时的东西，然后就没有了。我基本上不会出这种情况，但是那一次是突然断电，我感觉好恐怖啊！那个文件啊，工程文件，我明明已经保存了，但是我等那个电啊来了之后，我再打开，结果发现什么呢？那个工程文件坏了，打不开了，白剪了，就是那个原版生存大作战，好像是第一期吧，是第一期，当时就断电了。其实也还好，估计也就半个多小时的成果吧，还好不是在最后要做完的时候断电。其实还是应该庆幸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我比很多其他人应该在这一方面的觉悟还是稍微高一点。因为我会经常的保存，我在这方面会比较谨慎。其实这种习惯很早以前就有，如果熟悉我的观众肯定会知道，我以前是搞音乐的，对不对？搞编曲嘛，对吧？搞编曲那个时候就用软件做音乐，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有过软件崩溃的情况。然后我就经常听到也有那种搞编曲的，因为那段时间也是交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好朋友，然后他们说有一个人最惨，就是编了一晚上，结果就全废了，最后一下崩溃了，一直没有存档。你说那个软件做一晚上没有点 Ctrl+S， 连个保存都没有点，这想一下就有点让人觉得不寒而栗，想都不敢想这种事情，一晚上成果就这样泡汤了。我先去拿一点楼梯吧，拿这个东西，要回家去刷一下，家里面有那个刷这个东西的，有空箱子吧。好，我们就回家一趟，回出生点。出生点离这个全物品啊，离这个原点还是挺近的。你看，就这么一点远。就这一种突破天际的这个高楼大厦，我们进去刷一下。我估计也就种几个那个种子，这个叫什么啊？紫宋花是吧？紫宋花，我们就种几个就行了。不对，哇，这会摔死的，还行吧，没死。应该从这里，我好久没有跳到这下面来了。我这里放了一桶水的。我们来种一下，这个东西还能用吗？版本更新它会不会坏呀？拉一下，这个东西特别卡。不能用了吗？这不能用了吗？哇，这是哪个版本修复了？
我都不知道，这玩意不能用了。嘿呀，还有以前的，这是我以前刷的，没有弄完，没有用完的。行吧，我拿几个，反正拿几个就够了，然后去烧一下。走，我们再回到原点那里，那里有炉子，过去烧一下。这个可以拆了，到时候把它拆掉。那炉子也挺方便的，丢进去，它就自己，它就开始自己烧炼了。好，稍微等一下，上面的水该怎么办呢？水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该带一点冰块？像这样一桶一桶的接的话，有点费事。好，我们去拿一组冰块。现在连刷冰机都没有做，还是以前的那种老式的刷冰机，以前那种根本就不算什么，可以 AFK 的，那没法 AFK， 只能完全的人工手动的去挖那些冰块，拿一组。哦，还有岩浆，岩浆再说吧，岩浆，这怎么什么情况？哦，这是我后来改的，这个不用在意。好，上来，岩浆哪里有啊？我们可以看地图，找一下附近有没有裸露的岩浆。没有哎。哇，这么远，这不是裸露的，只有一桶吧？这好像只有一桶吧？不好找。这里高亮一下，到时候我们就来这里就行了。哦，这里也有，这也可以啊，高亮。只能高亮一个。这还是得要用一下脚手架，不用有点不太方便。好。哦，我这个要拿一下。还得用切石机上去切。在这一边，这边基本上都是放的装饰性的东西，全都切了啊，我们就全都切了。然后关于 long play 这个词是怎么来的，这也是前段时间在油管上面看视频，突然就看到了这一个词，我觉得这个词挺好的，用来当做我这个系列的这个标签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好，我是不是应该把里面的石头先给清空啊？我在弄投影之前，应该把里面的这些石头都给清一下，不然这就有点影响我来做刷石机。它这个好麻烦啊！它这个投影，你放这个楼梯的时候，它经常会这样。只要用过投影的人，基本上都会遇到这种情况。我玻璃又没了，这有吗？好，这可以站。因为我创造的时候，我不是这样放的，我可能是对着另一个方块这样放的。我现在呢是对着下面放的，它都会记录它是不一样的种类，这就很麻烦，看得很不舒服。好，然后就是水了吧？水，然后再把它垫一个。我这里还有一个侦测器，它侦测器放的时候没法跟你纠正方向，你必须要按照它的方向来放。好，这个放完了，
哦，我知道什么情况，这里面是没有放水。妈的，搞半天是没有放水，这得快一点。哎，摇起来。这个刷石机还不知道半个小时够不够。哎呦，我这里面的石头不填，好难受啊！哎，我还开了这个快速放置。这个刷石机我在做之前，我还专门到 B 站上面还搜了一下，搜了各种各样的刷石机，但是我没怎么看啊，我只看了一下标题，然后看到很好玩的一点呢，就是各种世界纪录，什么20多万的也是世界纪录，40多万的也是世界纪录，然后100多万、200多万也是说世界纪录，怎么这么多世界纪录啊？挺有意思的。我们先做一边吧，那边就先不慌吧，先把一边把它搞定。我现在做的这个刷石机就全都是按照我自己的套路，也就是没有参照别人的一些，没有别人的一些想法，除了这个向上推这一步啊，向上推生成的石头向上推这一步是借鉴的以前那种老套路，就除了这个，然后其他的基本上就是我自己想的。我做机器就是这样，我喜欢自己想，我不喜欢去随便参照别人的。来，先自己尝试一遍，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。这个怎么放呢？哇，这个不好放啊！我直接放它就方向不对。垫个脚吧。垫个脚。好。哎呀，真麻烦。只剩石头了吧？铁门，赶紧搞一个。我们要去拿铁，嘿，拿铁。我想直接飞进去。哇哇！铁门是用来上下传递信号的。铁门应该有，哎，我没有做现成的铁门。拿一个能够被6整除的，24，多少？12，全都带着吧。我还说想往那边箱子里面塞几个，结果只能做24个，多少？12个。来，我们放一个门。哇，里面没有放岩浆，岩浆最后放吧，我觉得最后放岩浆靠谱一点，不然到时候把它弄得不停的动啊动的，就不好解决了。是不是弄完了？下一层，好，要放活塞了，横推的活塞。这边横推的话，横推的活塞，我是弄了有4层，4层都是往里面推的。这边还有东西吗？没有，4层往里面推，这不能放吧？我还得弄几个音符盒。哎呀，我应该把垃圾丢一下，拿一组，一组够不够？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够。音符盒，它也是可以用来，一般用在那种转折的地方传递信号，它就跟活板门有点像，传递信号的方法有点像。哎，怎么你是黄的？这个也不好放，这个放很容易放歪。哎，我可以跳到这里来放 ，nice。我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还不是那么喜欢用投影的，我还喜欢自己做，因为自己做，你更加的能够清楚知道哪个地方错了，哪个地方没有错。
当然前提是你必须要把那玩意把它给摸透。哎，这个原石我要不要搭一下？算了，我不想搭，因为我身上有原石。哎，我上不去了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放上去啊。哎，之前做树场的时候，我记得这里是可以放的。放，看到没？放上去了。我没带红石吗？这个红石呢，它会激活这个活塞，同时可以，它激活了这个音符盒之后，侦测器它可以侦测到它的变化，然后再往里面，看到没？这个侦测器对它进行侦测，然后把这个信号就传到这里面的活塞了。这种隔山打牛还是挺好玩的一种设计，因为这里面会生成原石，然后被推到外面来，推到这里呢，正好把这条电路把它接上来，就这样通过这种办法，让里面的活塞也能够推。这一层是不是搞定了？那就下一层。这种刷石机啊，我最开始想的时候呢，是想给它弄一个二次递归，二次递归直接把里面的，然后跟外面的就一起往前面推。我最开始这样想的，然后后来觉得二次递归的话，你活塞太密集了，你就不好布线，后来就把它换成了这种普通的单次推动。啊，可以继续加高了。哎，先放，像这样放。这边传递信号呢，从中间开始传。我先放啊，我先把这个放好，从中间开始传，这里中间传，然后一边朝下，然后激活这下面一半的活塞，然后还有一个信号呢是朝上，然后把上面往下推的活塞把它激活。我们现在只做了差不多刚好一半啊，刚好一半，所以还是有点工程量还是有点大的。这边是有4层往外面推，那边是4层，然后下面这是下面，然后上面还有4层往中间推，那边4层往中间推。我们现在玩了多久了？哇，已经录了30多分钟了。我看来是不是要分2期来讲了？这边要放铁轨了，我的脚手架得把它挪开才行。这边传递信号有很多地方我都是用的铁轨，毕竟现在铁轨用铁轨来传递信号也是一个趋势了，基本上是一个趋势了。因为铁轨的话造成的卡顿会比较小。哎，我可以先这样，先把这一条铁轨链把它修好，不一定非要一层一层往上面修，那样会很麻烦的。好，再回到下面来。哎呦，其实真的，我应该把里面的石头都给清掉，然后再把它弄成一个投影拿来做，这样就比较好。我记得我当时做那面树场的时候，我就这样解决的，就是先把里面的木头都给清空，然后再来做，然后再把它弄成投影来做，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。你现在你这里面石头，你说你是放呢还是不放呢？都不太好。然后我现在玩的这个 MC 呢，我是把有一个东西开着在，这有一个抗锯齿功能。我以前对这个抗锯齿功能还不是太了解，因为打开了之后感觉像没什么区别。然后自从有一次啊，我开了另一个抗锯齿功能，好像在品质这里，我当时玩 1.14.4 的时候这个可以开，然后现在不知道怎么开不了。当时那个抗锯齿可以开到16倍的抗锯齿功能，开了之后就效果很明显，画面看起来很柔和，就像这种地方
这种直线看得非常柔和。当然现在开了4倍抗锯齿也还行。这一期哎，有没有把什么东西冲乱？这还能上来吗？哎，爬上来。这期估计录了有45分钟了吧，我到时候剪一下，不然就太长了。关键这么长，也没有做太多的事情，因为这些事情也比较单调。我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这种很长的，然后全都在干一件事情。如果说直播的话也还好一点，可以跟弹幕聊聊天什么的。现在有的时候就不知道该聊些什么事情。继续往上面，哇，这都是朝下的活塞。朝下的，我看怎么放。我先放上面吧。上面我好像有炉子，我记得我放了有炉子，是因为保险起见，我怕最后推啊推把这些都推乱了，所以我就放了有炉子。炉子放一下吧。一个是求稳 AA， 第二个呢就是照顾一下强迫症。不然有些东西放了，有些东西没有放，会觉得很不舒服。炉子我看有多少？60，哪个60？哎，这是空的。然后这个系列大家可以就把它当成那种日常系列来看。我会大概每天或者一两天的速度吧。把它更一下，把这个系列都做一下，那就可以知道我最近都在干一些什么事情。这边应该要做完了。好，我刚刚有点事情去了，现在已经弄得差不多了。刚刚又自己做了一下，这两边呢。左右两边的活塞都已经弄完了，没有石头的情况就这个样子了。到时候要在这里一边要泼2桶还是1桶，我还不知道，应该要泼2桶吧。这里要泼2桶，上面也是要泼2桶，只不过这个地方泼的是放在活塞的上面，往下推，这边活塞往下推，然后呢往前推，再往下推，再往前推。也就是说，这边1、2、3、4，也就这4排活塞才是最终要将石头往前面推的地方，往这边推的活塞。上面还有2个同样规模的这种部件，我们看一下完整的吧，完整的。然后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上面关于循环还有开关。开关我就设置在这个地方，这开关我们可以稍微改一下，也就是把它牵一条线，把它牵到外面来，这样我们就很方便能够操作这个开关。以及这个循环呢，它的循环的长度是 15T， 这边4、4、4、3、4、12、13、14、15，就是一个 15T 的循环。因为岩浆和水形成原石，它是需要16T 的时间。但是我们活塞啊，它的活塞伸出去，然后缩回来，它需要2T 的时间来响应，所以呢，你就要打一个 15T 的循环，也就是15、16T 的时候，它就推出去拉回来。你如果再慢一点的话，它就会影响下一 T 生成原石的这一个过程。要讲的差不多也就这么多吧，剩下的我就今天也就做不了那么多了，毕竟已经录了很久了，再录的话就有点超时了，太长了啊。太长了，你们看也就会看的有点费时间。可能剩下的我可能会晚上应该会播一下，把这个做完，或者晚上我们播一下做这个肯定是花不了多少时间的。然后再看做一下别的，比如修整一下地域交通，或者
把新的刷冰场什么的。总之我要先计划一下，看晚上应该规划做些什么东西。然后基础设施这一块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做呢？还有刷铁机，那么刷铁机这个很重要。然后刷怪塔，我想在这里弄一个刷怪塔，这也是说了好久。上一次做视频的时候就已经说要在这里做了，但是一直没有开工。我觉得刷怪塔也是可以考虑一下来做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做这么多。我们最后再把光阴打开看一下，给大家欣赏一下。现在看原点是这个地方确实最近是发展的特别快。你想当年玩了3年的时间，原点还是一片荒地，现在这边的规模确实已经起来了。我们按一下 M+R， 把这个投影都给关掉，把它关掉。最后就来欣赏一下吧，最后几分钟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风景怎么样。你看现在又开始掉帧了，我们要点2下或者点1下也可以啊。下面这个地该怎么装饰一下呢？先把这个地都弄一下，弄得好看一点。下面就只是一个平地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还挺不错的。现在规模逐渐的起来了，然后要做的就是一些建筑。这边想修一座桥，那就非常的好看。你看这里有一条湖泊，然后再修一座墙，修一些建筑。你像我以前做一些建筑呢，你喜欢做在哪里呢？像这种有湖的地方，这里有湖，然后这里也是有一片湖，我就喜欢在这种有湖的地方围着它一圈，做一圈的建筑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意。这也是我最开始发展的几座小镇。我发展的第一个地方当然就是出生点，这个不用说。然后第2个发展的小镇呢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是风竹桥，对吧？老观众都应该知道。然后这里是梦银湖，就这个地方。怎么现在地图还没有开启？这边分别做了几个像素画，还挺不错的。天黑了，现在天黑也不用担心有怪，我们伪和平呢是一直开着在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了，也是给大家录这么多啊。我们下一期呢就继续做一些日常，然后每录几期这种 long play， 然后再录一期比较高质量的原版生存大作战。我们下一次原版生存大作战的那个系列将要做是什么？凋零骷髅塔，对不对？凋零骷髅塔目前还是摸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套路，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种设计，是用到的凋零玫瑰。当然凋零玫瑰还得去弄一个凋零玫瑰农场，这个农场我也事先去做了一些功课，看了一下 Raceworks 的那种通过小黑塔的模式来击杀小黑，因为在末地刷小黑那个频率还是挺高的，就在小黑塔旁边弄一个凋零，在那不停的轰小黑就行了，其实也比较简单。好，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